张大铁这周去幼儿园了，这几天我就观察他，我发现我就是生了一个2岁半的老干部，一言一行都是非常的社会和老气。我为啥说他社会呢？他去幼儿园，班级另外那俩都2岁，小老弟儿，张大铁是老大哥。去的第一天，我把他送进之后，我出来就很惦记。人张大铁正吃午饭呢，我控制不住了，给人老师打电话说今天要不改成半天吧，我这就去接他。然后呢，人张大铁本来待得挺好，被老师莫名其妙给领出来，提前放学了。把他领出来的时候，他都没反应过来。怎么走了？往家走的路上，突然间让我第一句话：你想吧，你干什么了？我一会儿就回去，没一会儿。我还问我说谁是迪兰啊？回家我才想起来，他有个同学叫 Dylan， 也不知道咋回事，到他嘴里就变成迪兰了。他老气的第二个表现就是特别淡定，淡定的不可思议。我昨天晚上领他们去主题公园玩了，正好赶上万圣节活动，满公园都是 NPC 在那装鬼吓唬人。大胖姐就抱他过去了，有一个 NPC 呢满身是血就过来了，把我吓坏了。我寻思这张大铁不更得吓尿裤子了？结果那个女鬼往这边走，一靠近张大铁，张大铁的反应是给女鬼吓一跳。这个幼崽见到鬼的反应真是见鬼，真是见鬼。早达虽然害怕，但是还是忍不住有好奇心，一直往前看。而张大铁完全不懂这种装神弄鬼文化的意义何在，自己在那叨叨。我以为张大铁这么淡定是因为他没明白咋回事，没想到他明白，而且他还哄他姐。都是假的。他爸也跟拿铁说，对，你告诉你姐都是假的，他们都是 NPC。回家的路上，拿铁看他姐还害怕呢，但拿铁不懂英语，他告诉他姐，不要怕姐姐，看我都是切鸡尾，看我都是切鸡尾。张大铁还有个特点，他还洁癖，给他脸上涂那小南瓜，人别的孩子都很喜欢，他一直要去厕所洗脸，玩了一天，照的片片的，回家立马换衣服，换下来脏衣服都不知道沾了多少细菌，我闻还有点馊，搁以前搓完还有味儿，去味儿还得除菌，赶紧用上利百卫士植物除菌洗衣液，西双版纳茶树精油除菌，洗完是不刺鼻的茶墙，拿铁秒变抹茶拿铁。然后在主题公园，拿铁体验了人生第一次坐过山车，上了过山车，我在前面喊的跟个大傻子似的，张拿铁全程一个表情。我们去做一个类似激流勇进的项目，他姐吓完了，张拿铁呢全程就一个事儿，跟在座各位大恐龙大蟒蛇打个招呼。那传到高处的时候，突然一个俯冲给我吓完了，我嗷家伙一声，张拿铁面无表情。下车的时候，张大铁问他爸：“刚才是谁在那嗷嗷喊？”他爸说：“就是你妈。”张大铁现在去不成加拿大，全赖温迪。我老公2个月之前不是找到了他加拿大失散多年的亲生父亲，和他的对话呢牵扯出来很多我们不知道的故事，所以我们最近呢就在办这个去加拿大的手续，准备见一下他的亲生父亲。我和张大铁呢作为中国公民去加拿大是要办签证，我们要办的这个叫探亲签证，需要你去探的这个加拿大亲戚给你签署一个文件做担保。我们当时趁着温迪还在的时候，就把这个文件给他打出来了，让他签。温迪不是今天因为这个事儿给忘了，要不然就明天有啥事给耽误了，一直没签。他都回加拿大了，我跟大胖媳妇发现他到走都没签，大胖媳妇就给他妈打电话，要现场视频看着他签，逼得温迪终于说实话了。他说：“我不想签，我害怕。你看我作为探亲签证的担保人，我这个担保书啊，前面倒没啥问题。我温迪啥啥啥，出生哪年哪天，住在哪个街区，工作在哪儿，这重要信息都给他列清楚了。但最后一句话是我邀请谁谁谁和谁谁谁来加拿大，并承诺在此期间，我担保对象在加拿大产生的所有消费都由我来承担，有问题全找担保人。I don't feel comfortable to 担保你和张大铁在加拿大的所有开销。你们花钱大手大脚的，万一来加拿大你一咬牙买个房，你走了，我在这给你还房贷，你一咬牙全咬我身上了。我同事就给人担保过出过事儿。我说温迪，你讲讲良心，你来中国探亲前，我可给你签过字儿。温迪说：对呀，但你也真承担我所有开销了呀。但是你放心，我不是不签，我只是要把风险转移给我老公布莱恩。我跟他聊完了，他挣的比我多，他担保，这2天我给你办完。布莱恩好说话，说我担保，说我就银行卡里2000多刀了，牙我都没有了，你爱咋咋地。然而2天后，温迪的律师告诉他办不了，因为在法律上布莱恩跟大胖媳妇没有关系，跟我跟张大铁就更没有关系，没法担保。我说啊，他俩不是继父继子的关系吗？温迪说这事儿确实我整岔。当年布莱恩跟我结婚的时候吧，Jamie 才4岁，我律师当时就跟我说，布莱恩要对我儿子进行一个正式的领养的合法手续，需要花30多刀了。我当时寻思婚都结了，他还能不养吗？我花那钱干啥呢？就没办。所以里外里呢，布莱恩和大胖媳妇只是住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了10几年的2个邻居。温迪说，所以这个事儿咱现在想给他办成，就只能这样了。我寻思他就赶紧签呗。温迪说，只能让布莱恩抓紧时间领养大胖媳妇。布莱恩也懵了，说行，那我就领养。我总公司老板前年跟他媳妇从亚洲领养一个小孩。抱回来的时候12斤，那家跟所有人显摆。他嘚瑟啥呀？我现在也从亚洲领养一个220斤，刚过完40岁生日，头发都白了。我
白发人领白发人，白发人领白发人。然后一打听，成年以后的领养流程十分罕见，手续需要好几年。布莱恩跟大胖媳妇说：“你抓点紧被我领养，别等我走了还没领着你呢。我责任感挺强，那到时候只能领着你走了。”大胖媳妇也挺不解，跟我说：“我本来想去加拿大认亲爹，结果还得先认后爹。你说我这个命，没有爹的时候吧，一个都没有；一来爹吧，赶一块堆来了。我2024命里犯爹了，这龙年跌跌撞撞，跌跌撞撞的。我就寻思，我还不想去别人家住呢，睡也睡不好，醒来就腰酸背痛，不像俺家有顾家撑腰床垫，不愧是杭州亚运会官方床垫供应商，这双重撑腰结构加倍撑腰，啥体型都能睡，天然好眠超舒服，晚上睡好了，醒来才有劲面对俺家这风风雨雨。最后温迪把字签了，签完跟我说：“彩玲啊，这个事儿呢，它就是一个法律上的流程，反正这个字儿呢，我暂且是签了，但是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你别出去跟人说啊。”我说：“放心吧，我能跟别人说吗？你俩签字了，但是咱谁也不跟谁说啊。”谁不跟谁说啊？朋友们，我的肋骨好像断了一根，大胖媳妇压的。这个视频可能很多朋友们看见过，是我另一个号的开头，很多评论都在夸这个转场好丝滑，好有设计。其实背后的真相很吓人。他把我翻过去之后，给了我一个爱的抱抱，但是他发力的时候被桌子绊了一下，所以他这个爱的抱抱是非常失控的。我当时就喘不了气儿了，当时痛过之后我很生气，我让他减减。他说他虽然胖，但是体检没啥事儿，他是个健康的胖子。我说我现在担心的不是你的健康，是我的健康。有人说女人是男人的一根肋骨做成，在咱俩的关系中，这肋骨你咋还往回要呢？往回要呢？我说你呀，你尤其得注意，你们家是有巨型肥胖基因的。这个男人被我一顿轰炸之后稍微顺从了，但是我呢要出差一整周。我出差之前就跟俺家阿姨说，我说姐，我求你，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，控制一下 Jamie 的饮食。我把俺家零食全扔了，他的外卖软件是我给他注册的，我给他退出登录，他也不知道密码。今天开始他只吃你做的饭，压力给到你，让他瘦下来。喂，周姐，今儿 Jamie 听话不？Jamie 挺听话的，也没有顶外卖，晚上也没有吃零食。啊，那就行，我主要就担心他。但是有个事儿。啥事儿啊？就是咱们家我给毛毛准备的那鸡胗没了，狗的鸡胗没了。虽然鸡胗嫌疑人非常有作案经验，但是监控录像里依然能看到一些蛛丝马迹。毛毛的2斤水煮鸡胗都被他给爆炒了。其实想减找个科学的方式也没那么难呢。那要想减的话，早就应该问问聪明的豆瓣 APP 啊。抖音研发的 AI 软件，有问题直接语音问他，回复速度很快，而且除了文字还附带相关文章、视频，非常高效全面。就不管是学习、工作、生活中的问题都能问，可省事了，而且完全免费。然后为了炸出来大胖媳妇到底都偷吃啥了，我让我一个同事拿着绿豆糕去炸张拿铁。俺家只有他有这个叛徒的潜质。拿铁，所以爸爸在家偷吃零食了吗？没有，那毛毛的那一盘鸡胗去哪儿了呀？不知道。你看这是什么？绿豆糕。那你告诉我，爸爸的鸡胗是什么味的呀？我鸡胗老辣了。老辣了呀！那你来，你过来，咱俩悄悄的，你跟我过来。来，我给你拿一块绿豆糕，给你一块绿豆糕。你告诉我，那爸爸上次偷偷吃东西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你看见了吗？是什么时候啊？晚上。晚上。哎呦我的妈！爸爸还说什么了呀？只想跟他去看鱼。去干什么？去看鱼。我同事问我姐这啥意思？我想了一想，我说我猜啊，我猜你们晚上下班的时候，顺道在法院旁边那家驴肉火烧停一下，帮我看一眼，是不是带孩子上那儿看驴去了？于是晚上8点半，吃驴团伙在驴肉火烧店被抓了个现行。我有点想明白了，有时候人呢就是命，我可能永远都管不了他。我们去重庆看着一家人体彩绘，张家铁想做，大胖媳妇也要做，他查了一遍可做的词儿，最后选的是沉溺，他觉得很浪漫。结果我们买的船票到点了，马上就赶不上了，我们说不行了，来不及了，赶紧走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于是他的沉溺做了一半，只有一个沉，他炫耀了1个月，炫耀了1个月。